为啥这个栀子花它就是养不活呢？其实咱们都被这个栀子花给骗了。今天彻底给它解剖了，让它裸奔。这个栀子花它在培育的时候啊，它这个根系啊，它是扎到这个土壤里边的。那这么小的一棵苗，长了那么多的花苞，那么多的叶片，并不是说它用了什么激素了啊，它主要就是扎到这个土壤里边的这个根系粗壮，毛细根特别多。但是呢，这个主要的这个吸收水分养分的这个根系啊，它在发货的时候它被剪掉了，不然它是发不了货的。那这样就是原先100张嘴来吃饭，那给砍掉以后，它可能就变成30张嘴吃饭了。那这样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呢？就是营养不良。花盆里边的这点根系只能维持它现有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说咱们多浇水，咱们是要保证这个栀子花到家以后，这个根系别干瘪，保证它一个平稳过渡。养护1个月到2个月，它这个新根长出来以后啊，咱们可以逐渐的减少这个浇水的频率。那花盆里边这个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不足，那么这个栀子花一定会出现黄叶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它这个黄叶它还十分有特点呢，就是这个叶脉绿，叶肉黄。给你的误区就是缺铁性黄叶，咱们查一个视频就是缺铁，查一个视频就是缺铁，这时候你就慌了啊！1号、2号什么2氢钾，这铁那铁的啥玩意儿，嘎嘎你就往上怼，怼完了以后，它这个土壤含盐量飙升，它反倒是导致这个新根不长了，叶片黄的更猛了，叶片黄的越猛，你越给它怼。那这样就是恶性循环。本来人家这个原盆土里没有盐害呀，没有碱害呀，反倒让你整出来这个盐害，土壤过酸或者是过碱。那这花越养越完，买一盆使一盆。就是视频看的太多了，整的太复杂了。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这个底部的这个根系呀被砍掉了，水分和养分吸收能力弱。这棵是之前菜刀砍的这个栀子花，它也不黄叶，它也不掉苞，我就是简简单单的用这个有机的营养液，3天到4天一次，观花的和通用的轮着用。它里边这个腐殖酸的含盐量少，它是有机的，它不破坏这个土壤环境，土壤环境好了，它才能长根啊，根系长出来多了，它才能够爆发性的开花，而不是说这点根系它就能爆发性的开花。它养分吸收不足，它只能1朵2朵的那么开，1个月2个月的这个花苞打不开，掉花苞，都是因为这个吸收水分养分的能力不足，这个根系是有缺陷的，它太正常了。咱们养花施肥啊，简单点，有点耐心，它才能长根，才能开花给你看。栀子花3种黄叶，1种交尖的问题，咱们今天总结一下。你养护出现黄叶的时候，咱们可以对比一下。第一种就是咱们新买到的这个栀子花，出现那种花枝中上部的黄叶。注意啊，它不是顶部的黄叶啊，是这个中上部焦黄的叶肉黄。它不是缺铁啊，它是砍根以后这个花盆里边的这点根系水肥供应不足。这时候你别慌啊，你就别给它缺水，5天左右咱们通用的和观花的营养液交替给它使用1次就行。那么它大概黄个10多片，它就不再继续的黄了。那第2种黄叶就是顶端黄叶，叶脉绿叶肉黄的这种偏黄绿色的黄，少量的这种黄是缺铁性的黄叶，咱们可以用硫酸亚铁灌根啊，有效果，但是见效是比较慢的。咱们也可以用螯合铁去灌根加喷叶去使用。出现大量的这种叶脉绿叶肉黄，或者是新叶全黄，是白黄色，有的时候新叶会出现焦尖。那么咱们锁定2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土壤偏碱比较严重，第2个就是这个花盆里边的这个老根损坏太多，它新根生长出来的又太少。那一般情况下都是种植3个月以后出现这种黄叶，大面积的这个黄白色，一般咱们去建议换盆换土。所以我一般用这个微生物基肥去持续的刺激生根，调节土壤酸度，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，避免拯救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。那第3种黄叶就是花盆底部的黄叶和吊叶。注意啊，这时候区分品种了，像这种大叶的栀子花底部出现黄叶啊，从中间往外黄，那一般都是缺水的症状。那咱们浅埋浅种的前提下，咱们把水给它浇足，可以配合用点这种通用的营养液，一般10天左右它不持续的黄了，那它就好了。另外一种就是小叶栀子花，它会出现从底部往上发黄，它的叶脉发黄。小叶栀子花的这个黄，咱们前期可以给它补充水分。如果这个黄叶它一直往中上部发展啊，这个止不住，那很大可能就是根系不行，老根坏死，新根长不出来。那整个花盆哪边的掉叶比较严重，那咱们就拿一个勺子沿着这个盆边往下挖土，挖不到根系或者挖出来的根系是黑色的，咱们只能换土去拯救。那拯救越早，这个成活率越高。那么再赠送一种黄叶，栀子花的这个中间的部位黄叶，叶片是正黄色，就是因为咱们养护的时候啊，这个太阳照射不到，光照照不透，
中间这个属于缺光性黄叶，啥也不用管，咱们给它摘掉就可以啊。那么还有就是栀子花交尖的问题，栀子花交尖一般都是老根退化，新根长不出来，哪边的交尖多，咱们就沿着这个交尖下半部分的这边的土，咱们往下抠，检查这边的根系，你挖不出来白根，那咱们只能去换土。这个就是我每个月都用这个微生物基肥刺激生根、调节土壤酸度的原因，提前预防植物出现问题，不是出现问题咱们再去治疗。养花没有绝对性，没有100%的概念。我今天分享的都是总结的大概率的出现一些问题，减少你走一些弯路，早发现早治疗，这个就是经验汇总。咱们尝试去检查、去预防、去治疗，循序渐进的去养花。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